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生前男主诚意逆袭，曾被骂丑八怪，凭演技圈粉无数。没想到2025年最火的剧《生前》，主角居然是个被弹幕骂的丑的我想关电视的小伙。靳东当了他的肉盾，王劲松成了他戏里的奶爸，就连央视都破天荒的说他是流量时代的演技叛徒，真是笑掉大牙。横店的临时演员竟然敢自称古装剧小鲜肉，那些资本撑出来的丑八怪真是能把热搜塞满。可诚意真是个叛逆的不行，长得像个被人遗忘的路人甲。他用哭的让人心疼的演技把观众愁到快住院，又用打戏把武术指导逼成了失业大军，硬是在这颜值未亡的娱乐圈里开辟了一条血路。诚意是个从普通家庭跑出来的草根，但他和那些娱乐圈里的大咖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他家在湖南一个普通小城镇，啪啪打耳光的亲戚大多都是军人，别说有啥人脉关系，就连个跟军事沾边的亲戚都没得找。这家里长大的孩子，不是乖乖上大学找份正经工作，就是老老实实当兵。偏偏诚意走了一条超出常规的狂野路线，搞起了演戏。他高中那会儿，大家一听说他想考中戏，都惊得像是见了鬼，直嘀咕这小子是不是开窍了。在小地方，艺术学校就跟火星上的旅游一样离谱，更别说他连正儿八经的演出课都没上过。诚意瞅着口袋里那小几百块钱，把自己塞在火车硬座上，硬是跟着人潮挤了10几个小时去北京考个试。考场上全是蛇头迷，那个家伙连剧本都捏得像揉过的面团，但他就是靠着那股拼的狠劲儿，硬是挤进了中戏的大门。刚开始闯荡江湖的那段时间，他在横店当群众演员的日子简直就是在受苦受难。其他演员都是开着豪车带着助理进来的，他却在剧组门口蹲着，手里拿着简历等机会，一天吃3顿盒饭，还得拼命帮场务搬东西。拍戏的时候，镜头一晃就过去了，连个影都没留。收工后却在角落里像个小猫似的琢磨主角那段戏。有人说他脑子有点傻，既没有背景也没外貌，进个娱乐圈啥的真是自讨苦吃。但他心里明白，这份工作再艰辛，总比天天瞅着天花板强得多。10年辛苦当背景，诚意终于从墙角爬出来有台词了，后来还真成了能挑大梁的主角。大家都说他运气好，但明眼人都懂，横店满地都是追梦的小伙伴，可像他这样能坐冷板凳不放弃的，真的是100个里面找不出来一个。的诚意早已不需在剧组里带着等角色了，但他那股接地气的劲儿却成了他的名片。毕竟在这满大街都是假明星的时代，大家更喜欢一个从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，干啥都能让人心里热乎乎的。诚意的演技就跟他衣柜里的挂件一样，无论是笔挺西装还是破旧旧衬，穿上去立马就换了个身份。拍生前的时候，上午我还在片场里当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，下午立刻化身暗黑势力的卧底，一走路的样都变得像个狠角色了。有一段戏，他刚跟人开玩笑，下一秒就哭得像个泪人，鼻涕眼泪一块儿流，台词根本说不利索。导演喊停时，他还在地上蹲着抽烟，把旁边递纸巾的工作人员都看傻了。跟老一辈演艺圈的人同台演出，对别人来说是个大山压顶的考验，但对他来说，简直就是给演技充电的好机会。跟王劲松大爷演父子对手戏，那老爷子一个眼神过来，年轻演员瞬间就像被电炸了一样接不住场。可他就是能顶住那股劲，什么时候该闭嘴不抢风头，什么时候该冒泡又跟小火山一样冲天而起，把父子之间那复杂的爱恨情仇演得让人看了心里发苦。遇上靳东这种自带光环的演员，他不跟你死磕，
也不是个摆设。俩人你来我往的对话，简直让观众感觉像是在看乒乓球比赛一样精彩。剧组里流传着一句话：程毅的剧本总是比别人厚那么一点点，简直像个小金库。这家伙不只是戏份多，而是那剧本上的白纸都快被他写满了，什么角色走路的姿势，喝茶时指头怎么搭，真是恨不得把动作分解成一本教材来琢磨。有这么一回拍打戏，武术教练刚录了一手就忙着去啃午餐了，回来时发现他还在那儿跳动作，汗水把衣服都快泡了，还在自问自答说刚才转身时袖子甩的是不是不够带劲。其他演员下班后忙着嗨聊天、刷微博，他倒是好，闲着没事就搬个小凳子坐在监视器前认真研究。一个雨夜追捕的场景，导演明明说了不用重拍，他偏偏执意让湿漉漉的头发再来一遍，说是呼吸太不和谐，看起来太假了。真是个古灵精怪的人啊！再聊起程毅，大家都不敢说他只是靠长相谋生。在这娱乐圈，滤镜是个不小的魔头，那些能让人完全忘记演员真名，只记住角色名的人，可值千金呐。贵人运这事儿在娱乐圈就像炖汤，都是凭天吃饭。有人说小红能靠捧火，大红全靠命，但程毅的好运倒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靳东在拍戏的时候亲自给他指路，王劲松见人就喊他眼神，连那些大导演都喜欢把重头戏给他。这待遇要是让那些小明星碰上，准的被嫉妒的像个酱油瓶，可偏偏扔在他身上，居然没人议论。靳东这种顶级演员，平时在剧组可都是高高在上被捧着的，但和程毅对戏的时候，竟然能蹲在旁边陪他鼓捣台词。王劲松真是个牛人，跟程毅拍戏3回，每次都像是在带他的小宝贝上班一样。其他小年轻们围着老爷子请教，老爷子最多就是随便说2句，可一见到程毅，他简直像打开了历史书，把30年前的演戏诀窍全拿出来讲解。剧组的杂物兄弟们最喜欢八卦程毅那些奇葩习惯，等戏的时候总是提前2小时躲在一旁练台词，碰到扫地阿姨比见导演还恭敬，盒饭凉了照样在马路边蹲着啃得香。有回拍炸场景，群演被火星打到，他飞快地跑过去给人擦药，速度比导演喊开始还快。这些事情看起来小的不能再小，可能在这个名利场里低声下气的，要么是真傻，要么就是聪明的让人想捧腹。这些年跟他搭过档的导演一聊到他，最常说的就是省心得再也不想。别急着催他背台词，也不用教他怎么走位，就连对手忘词了，他都能现场给编上。如果问那些老戏骨为啥愿意和这兄弟一起演，大家的回答惊人的雷同，全都是跟这小子搭档，简直就像回到当年学戏时那种劲头。翻开程毅的履历，发现他就像坐上了火箭，从小角色一路飙升到主演，哪儿都有大牌老戏骨的身影帮衬着他。可是明眼人都知道，世上哪有白白掉下来的贵人啊？有人把低头研究怎么演戏的时间，都用来抬头学做人了。说到底，人家最牛的后台是在剧组里混了10年，扎扎实实的本事。没资金撑着我不怕，不靠颜值混日子也不咋心虚，就凭那股子钻研的犟劲儿。跟那些在拍戏时还想着上热搜的聪明鬼比起来，程毅这种摔得像个花脸猫一样，还一心一意追着导演重来拍的傻小子可稀罕多了。他可不再舔谁的屏风了，跟他合作过的导演们一个个争着来找他，而剧本就像长了腿似的排队往他手里递。娱乐圈的风头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，但观众就喜欢看真本事。程毅这10年来告诉咱们一个真理，那些把拼搏当成主食的人，老天爷得给他们额外加餐。